据美媒防务新闻报道，9月11号星期四，美国空军第2架 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测试机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姆代尔市成功起飞，一路飞抵了著名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正式加入美空军的密集测试计划。对于 B-21项目来说，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 B-21测试进度要全面提速了。据航空专家报道，此次首飞的实际上是总计第4架，因为目前 B-21项目还已经制造了2架专门用于地面测试，编号为 G1 和 G2 的样机，用于飞行测试的2架则是2023年11月10号首飞的 T1 号机与此次首飞的 T2 号机。上月底负责战略威慑及合一体化的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安德鲁·格巴拉中将曾表示，希望第2架 B-21能够在年底前试飞。根据从地面拍摄到的更多相关影像显示，相比2023年首飞的 T1 号测试机，第2架飞机测试机机头下方不再额外安装橙色的试飞用空速管，尾部也没有拖推装置。此外，首架测试机首飞时，前起落架舱前部机头下方喷涂了简化的诺格飞行测试徽章，盖板上喷涂了一个科尔布洛斯图案和0001序列号，主起落架舱盖板上则涂装的字母 ED， 代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而第2架飞机此次首飞的相关位置则没有这些涂装。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随着第2架 B-21轰炸机的到来，飞行测试得到了巨大助力，现在可以加快对相关任务系统和武力功能的关键测试和评估，为该飞机设想中的战略威慑和作战能力生成提供支持。即将卸任的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阿尔文上将也表示，第2架 B-21投入飞行测试，加快了型号的服役部署进程，在项目测试中增加装备数量，也可以更快向作战部队提供相关能力。B-21是美国战略核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之一，同步推进测试、维护保障能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将为美军提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威慑并击败任何威胁的能力。美国空军也在新闻稿件中表示，第2架测试机除将测试范围扩展到基本飞行性能试飞之外，全面推进至关键任务系统和武器集成阶段。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多架飞机也将为地勤和机务等维护人员提供实际经验，以适应同步保障多架飞机出动、验证维护工具、技术数据和保障流程的有效性，为未来实施部署飞机的作战中队提供支持。3个预计部署 B-21作战中队的空军基地将于2026财年启动广泛的军事建设项目。位于南达科他州的阿尔斯沃斯空军基地作为首个部署 B-21作战飞机的基地，已经率先开始了许多建设项目，以确保飞机到达时准备就绪。目前，诺斯罗普克路曼也在向美国空军提供 B-21的一系列配套服务和设备，特别是为维护人员和飞行员准备的训练课程和工具设备，包括高保真的全动飞行模拟器、沉浸式实验室和基于虚拟现实的综合培训服务。特朗普痛失大将，美国将半旗默哀4天，俄罗斯加紧进攻乌克兰，却将无人机扔进波兰境内，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9月10号中午，特朗普阵营的宣传大将理查·科克在犹他谷大学发表演讲时遭远程狙击身亡，年仅32岁。一颗来自约200米外大楼屋顶的子弹精准击中其颈部，现场3000名观众目睹了这场精心策划的刺杀。这起事件震惊全美，迅速升级为联邦调查局最高优先级案件，确认使用的是高威力栓动步枪，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案发后，警方一度误捕2名男子，但经调查排除嫌疑后释放。经过近20小时工作，9月11号上午 ，FBI 发布2张关键监控图像，请求公众协助识别嫌疑人。画面显示，一名身穿深色连帽衫、被双肩包的年轻男子在案发前后出入大楼，体貌特征符合大学生，并能完美融入校园环境。联邦当局已设立专项举报热线，并悬赏10万美元征集线索。同时，执法部门在附近林地找到了疑似作案的大威力栓动步枪，正进行弹道与 DNA 分析。尽管已有初步证据，但枪手身份与激动仍成谜。这并非无差别袭击，而是一次高度专业化的定点清除。枪手未对人群开火，目标明确指向科克本人，显示出极强的预谋性与战术素养。当时现场聚集了约3000名观众，若枪手意在制造袭击，完全可能引发现场踩踏、混乱，甚至更多伤亡。但枪手显然目标明确，并未对人群扫射，而是专取科克性命。
一击致命后迅速撤离，行动干净利落，显示出极强的专业性与明确的个人针对性。科克之死引发两党高层罕见一致谴责，拜登、纽森、奥巴马均发声反对政治暴力。然而在社交媒体上，舆论却彻底撕裂，保守派视其为殉道者，马斯克怒斥左派就是谋杀党。福克斯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称，这是自由派仇恨言论的直接后果。特朗普下令全国降半旗至9月14号，称科克是为真理和自由献身的烈士。与此同时，部分自由派网民则冷嘲热讽，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与去年特朗普遇刺失败后左翼的失望情绪如出一辙，暴露出美国政治对立已超越政策分歧，进入非人化阶段。科克并非近年唯一遭遇暴力的政治人物，2024年特朗普同样遭遇狙杀，只是未遂。这些事件表明，政治暴力已从边缘走向主流。更危险的是，两党内均有相当比例选民认为使用暴力阻止对手是正当的。芝加哥大学调查显示，10%美国人支持以暴力阻止特朗普执政，6.9%支持以暴力维护其执政。当民主制度被视为无效，暴力便成为替代方案。科克之死或许将成为压垮理性对话的最后一根稻草。右翼可能借机煽动复仇，左翼则面临更大安全威胁。一个本应通过选票决定未来的国家，正滑向子弹说话的深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死亡反而刺激了枪械市场。案发数小时内，美国枪支企业股价集体上涨，恐慌性购枪潮再度显现。这正是美国枪支问题的荒诞悖论。每一次枪击悲剧都加剧焦虑，进而推动更多人购枪，形成死亡、恐慌、销售的恶性循环。理查·科克的死亡终结了一位可能重塑美国政治格局的青年领袖，他本可成为MAGA运动的第3代接班人，连接特朗普与未来。如今这个希望戛然而止，一颗子弹终结了一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也撕开了美国社会最深的伤口，极化仇恨与失控的暴力。这场刺杀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美国社会深层病灶的爆发。极端对立，媒体煽动，枪支泛滥，制度失灵。当政治辩论被子弹终结，当哀悼沦为政治工具，当死亡成为资本狂欢的契机，我们必须追问这个国家还能承受多少次这样的打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刺杀改变了历史轨迹，它让科克成为MAGA阵营的殉道者，也让美国距离真正的政治内战又近了一步。俄军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中，多架自杀式无人机进入了波兰领空。波兰和多个北约成员国迅速反应，纷纷起飞战机，准备参与拦截行动。根据网络信息看，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出动了 F-16， 美国和荷兰出动了 F-35， 荷兰还出动了一架空客 A330 多用途加油机。意大利的一架萨博340预警机从爱沙尼亚起飞，紧急前往波兰上空。波兰武装部队作战指挥部发布声明，2025年9月9日至10日夜间，俄罗斯对位于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发动进一步大规模打击。我们的空域有波兰及盟军飞机活动，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侦察系统已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在俄罗斯今天袭击乌克兰目标期间，我们的领空多次遭到无人机侵犯。应武装部队作战指挥官的要求，我们动用了武器，并正在采取行动，寻找被击落的目标，以摧毁那些侵犯并越过波兰共和国边界的物体。与此同时，波兰因与确保国家安全有关的非计划军事活动，关闭了西方军援乌克兰的重要物流枢纽热舒夫机场，还关闭了卢布林机场上空空域，民航航班被迫改变航线。首都华沙的2座机场也被关闭，总计4座机场被关闭。媒体报道称，越境进入波兰的俄罗斯无人机可能数量超过19架，全部被北约击落。更多信息正逐渐披露出来，网络上出现了被击落的俄军无人机残骸以及被损坏的波兰基础设施照片。波兰和北约对本次事件反应很大，波兰武装部队将其定性为侵略行为，但从媒体的报道看，北约依然希望局势降级，称其为大规模挑衅，而不是攻击。截至撰文时，尚未看到克里姆林宫对此发表任何回应。俄罗斯无人机在空袭乌克兰时，屡屡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乌克兰邻国，还曾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从近期来看，这些越境的俄罗斯无人机越来越多，已经很难用导航故障或遭电子干扰来解释了，更可能是故意为之。
接到北约成员国领空绕过乌克兰防空网，同时也借此试探北约反应。就本次事件来说，至少4个北约成员国出动了包括 F-16 和 F-35在内的多架战机。参考美国等国帮助以色列抵御伊朗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时的表现，北约完全有能力将为数不多的越境俄罗斯无人机全部击落，关键就在于是否会下令。目前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的西方2025联合军演以及北约塔拉西斯25联合军演都将在当地时间9月12号开始。尽管俄罗斯曾在2022年以与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的幌子，在白俄罗斯境内集结兵力和装备，并在战争爆发后从白俄罗斯出发越过边境直扑基辅，但考虑到现实情况，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借西方2025军演入侵北约成员国。即便如此，北约依然用塔拉西斯25联合军演来应对俄白西方2025军演，以防万一。波兰总理图斯克已经宣布，因为俄白西方2025联合军演的缘故，波兰将从当地时间9月11号开始完全关闭波兰与白俄罗斯的边境。路透社则报道称，欧盟将向波兰提供437亿欧元贷款，用于加强波兰军事力量和保护其边境地区。欧盟看起来要将波兰打造成抵御俄罗斯威胁的坚固堡垒。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